随着帝国舰队向目标开进，更多的舰船将组成一条警戒线，阻止任何可能从碎片带中发起偷袭的敌军，确保运输舰能成功降落在达洛瓦的地表。帝国舰队的行动伴随着星际战士和冲刺风暴兵的外科手术打击，这些行动摧毁了碎片带中的关键基地。格里克斯另外派遣了一支精锐部队，命令他们防守达洛瓦的侧翼，驻守于碎片带西部与名为恶魔之门的亚红舰异常点之间。这支部队的任务是支撑对达洛瓦的2次进攻，同时拦截由欧米茄、瑟雷克斯出发的增援部队。然而，在达洛瓦等待帝国的不只是混沌骑士，还有大量的混沌星际战士战帮、星界军叛军与黑暗机械教的恶魔引擎已经等候多时了。虽然格里克斯的地面进攻获得了初步胜利，帝国军队成功拿下了登陆场，但没过多久，他们就遭到了猛烈反击。达洛瓦崎岖的地形和曼德科尔家族的严密防守令入侵者精疲力竭。遍布星球的洞穴网络让叛徒们可以从一个入口转移到几十个不同的出口。帝国军队无法分辨一座堡垒究竟有多少入口，又有多少出口。占领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用鲜血换来的，但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叛徒们就会利用洞穴网络再次突袭那里。战争陷入了血腥的僵局，但很快战争的天平就会倾斜，登场者将会让攻防双方都感到震惊。夺行者哈肯，战帅阿巴顿最信任的副官，率领着一支黑色军团大军前来解围。虽然阿巴顿认为达洛瓦的战略位置没有那么重要，但这里已经是帝国军队在拉克蒙德走廊中最大的集结地，而这将会是彻底摧毁帝国军事力量最好时机。哈肯首先派出混沌星际战士、邪教徒与星界军叛军袭击通往达洛瓦的航道上的帝国哨站。很快，这些部队就从列席之主战团的手中夺取了位于霍尔登的军火要塞与位于阿格罗法尔的审判庭要塞，位于雾霭峡谷的星域中继站也落入了黑色军团手中。混沌星际战士对星域者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在处决前尽量榨取了情报。接下来，名为瘟疫使徒、恐惧使徒和质疑使徒的3支先锋部队，在哈肯的命令下，对帝国造成了严重破坏。因为成员皆来自不同的战帮，所以他们独立行动，屠杀、毁灭、奴役与骚扰自己遭遇的任何对手。除了这些部队，哈肯还派出特工和内应团伙，进一步破坏帝国的统治。他的计划是，当部队推进到拉克蒙德走廊时，帝国军队将迅速的瓦解。随着计划的进行，哈肯率领着几千艘战舰和数千万战士涌向达洛瓦。在哈肯的战舰首次进入达洛瓦星系时，围攻已经持续了数月，攻守双方都伤亡惨重。在曼德维尔点，混沌舰队袭击了监视星系的帝国后卫舰队，冲锋在前的是孔略信徒和他们的恶魔舰船。由于帝国舰队的主力正在围攻达洛瓦，这支后卫舰队很快就不堪重负，并失去了水星级战列巡洋舰正义之利号与统御者级巡洋舰诸星卫士号。混沌军队负责打头阵的是吞噬者战舰进学号，他用鱼叉抓住帝国舰船，释放出致命的乘客登舰作战。午夜凝灼战斗驳船加塞利尔之巨号将数百名奴隶折磨致死，而濒死前的尖叫被通过灵能释放到整个星系，重创了帝国军队的士气，并干扰了他们的通讯。几个小时之内，帝国后卫舰队中近半数的舰艇都被瘫痪或摧毁。海军中将赫雷纳·埃格尼斯下令撤退。复仇女神级舰队航母天堂之遥号的舰长加基拉·罗瓦科夫冲入混沌舰队中，试图掩护战友的撤退。在确定全部撤退后，这位舰长引爆了舰艇的亚红间引擎，毁灭了10余艘敌舰。随着曼德维尔点的安全，哈肯命令几百艘混沌战舰去追捕幸存的帝国海军和机械教舰队。由于碎片带没有得到保护，夺行者将一部分部队转移到了其中，与拒绝接受服从的叛军和邪教徒交战。接下来，哈肯将注意力转向了达洛瓦。巴斯蒂恩·格里克斯很快就同意了他的指挥官们白银百合协会的约泽林·塔巴特、绯红圣杯协会的凯索拉·阿梅尔和帝国海军上将叶加拉蒂尔提出的意见。留在达洛瓦星球表面就是自杀，帝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战略性撤退，以便改日重返战场。没有任何迟疑，他们便命令大部分地面部队撤退到最初的高原和登陆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还有更多人必须留在前线，用生命掩护撤退。这些战士大多是已经在前线交火的人，他们勇敢地战斗到最后。当失败不可避免到来的时候，他们摧毁了自己的装备。星际战士是最后一批离开的。凤凰之子战团的尼卡尔·阿里沙特连长，死灵猎鹰战团的米洛尼·塔克塔连长和虚空三叉戟战团的朱利安尼斯·米康连长发誓会留下为盟友争取时间。与此同时，曼德科尔混沌骑士家族的统治者至高王卡尼吉乌斯和至高女王卡尼吉亚与骑士贵族们察觉到了帝国正在撤退，于是带领战士们在前线冲锋陷阵，
粉碎帝国的防线，屠戮遇到的一切。卡尼吉乌斯亲自率领他的廷臣，歼灭了保卫卡塔祖尔隘口的第13西斯托拉兰骑兵团连队，为叛徒部队的前进打开了缺口。而卡尼吉亚和追随者则冲破了直翼光环修会和象牙之刃修会的防线，他们冲入了撤退部队的集结点，屠杀了逃跑的帝国军队。伴随着曼德科尔家族和盟友的胜利，夺心者哈肯的部队也开始在星球表面登陆。为首的是黑色军团的猛禽部队，他们同时在数十条战线上向疲惫的帝国军队发起进攻。哈肯决定给帝国舰艇留下登陆的空间和时间，然后就在地表上摧毁这些舰艇，并以此来确保曼德科尔家族的忠诚。随着帝国军队撤出血战数月才征服了土地，一些像第18麦格林豺狼团这样的部队进入了洞穴，开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游击战。而在战斗中，这些战士证明了自己的顽强，但他们并不是孤独的，许多孤立的星际战士与中四风暴兵小队也采取了这种非常规的战斗方式。在一次任务中，来自第33卡皮克猛禽团的中四风暴兵制造了一场雪崩，摧毁了100辆叛军坦克。而第82蓝丹猛虎团的中四风暴兵渗透进了一个叛徒防空炮台，夺取防空炮击击敌方的登陆艇。然而这些最后的抵抗最终都被黑色军团消灭。在撤退的最后关头，第43格夫利安机械犬团和第299达克塔尼斯广路团仍在拼命战斗，直到被歼灭前都在试图减缓舰的步伐。来自崇高勋章修会和烈焰骑士修会的数百名战斗修女被包围消灭。巴斯蒂恩·格里克斯同样陷入被包围的困境，他不得不穿过黑色军团来与帝国主力集结，但在连番血战中，一半的星际战士都被消灭了。而在天空中，帝国海军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与成群的战斗机、炮艇和恶魔引擎进行了厮杀。最后，帝国军队只守住了最初的登陆场。尽管他们做了最大的努力，但并不是所有的登陆场都能维持到撤退完成。在阿纳克高原，黑色军团和曼德科尔家族占领了这个地点，并击落了几艘运输船，这引起了巨大的混乱。一些半满的舰艇在惊慌中逃离，而许多超载的舰艇则在起飞后不久便坠落到水面。至此，达洛瓦上的帝国战士或逃或亡，而被俘虏的士兵将成为叛徒的奴隶。残存的帝国军队只剩下原来人数的1/5，他们有的逃往了警戒星，有的逃往了赤地星。四散奔逃的飞船里，抱有不同看法的星际战士、战斗修女和星界军混在一起，令局势更加混乱。然而，帝国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哈肯的先锋部队很快就将对整片区域发起进攻。哈肯的先锋是这名混沌领主亲选的精锐部队，其中包括近视义军、恐惧领主、引力之手这样的混沌战帮和黑檀之拳这样的黑色军团部队。随后，黑色军团星际战士夺取了837A 星域中继站，而名为钢铁紫色钢铁勇士战帮趁机摧毁了裂隙之主战团在弗伦尼斯的军火库。真光使者一支100年前才叛变的队伍渗透到了被称为六角之门的空间站网络，该网络由6个空间站组成，掌控着周边的亚空间航道。叛徒们在这里发展出混沌教派，削弱了帝国的防御。被称为反思者的千子战帮占领了用于抑制亚空间潮汐的空间站。这一系列行动都是为了隔绝帝国的要塞世界凯尼克3号。正如哈肯的计划一样，凯尼克3号被亚空间潮汐彻底吞没，上百万帝国公民被转化成了恶心的混沌卵，星球表面成为了几十亿恶魔的家园。